一位父亲带着儿子徒步穿越非洲大草原，途中要穿越成群的角马群，还会遇到河马和鳄鱼。草原上的霸主狮子遇到他父子俩竟然撒腿就跑，当然也会遇到成群的大象围攻。这惊险的旅途竟然是为自己儿子举行的一场成年礼。这个村庄位于肯尼亚，是马赛人部落的一个村庄。父亲正在为儿子巴德修理拖鞋，也是为自己带着儿子徒步大草原所准备。这个部落属于半游牧民族，他们以畜牧业为生。父亲修好了拖鞋，儿子穿起来刚好合适。第二天早上，天气非常晴朗，父亲在屋内喝了一杯羊奶，内心也非常焦虑，但是还是决定了今天要带儿子走这趟旅程，告诉巴德还会在路途中做一把弓箭给他作为成人礼的礼物。父亲拿好工具和途中所需要的食物，就开始出发。出发之前还会跟自己的亲戚朋友打声招呼。刚出发没多久，父亲就开始严肃地教导儿子，一定要小心自己背后，遇到狮子和猎豹不要害怕地逃跑，一定要正面面对着他们，他们只会攻击那些胆小的人类。这次旅途，巴德会在父亲那里学到很多有用的逃生技能，也会在草原里看到他没有看过的野生动物。刚走没多久，就遇上到了大象群，父子俩成功避开了大象的领地，成群的角马挡住了他们的去路，父子俩只好强行从角马群中间穿过，角马会为他们让出一条道路。就这样很顺利地通过了角马群。随着太阳慢慢升起，温度也越来越高，来到沙地，发现地下有动物留下来的脚印。父亲仔细地为儿子讲解如何区分不同动物的脚印，根据脚印深浅和清晰度，可以判断动物是何时留下来的脚印。通过分析，父亲告诉儿子，这是狮子刚留下来没多久的脚印。父亲还为儿子画出了水牛的脚印，让他辨认，还告诉巴德，当你发现狮子的脚印，你就要避开灌木丛，狡猾的狮子会在灌木丛里等待着猎物的靠近。父子俩为了躲避毒辣的太阳，从草原走进了树林。刚进了树林，就遇到了成群的大象，父子俩不得不加快脚步，爬上树顶，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。大象群过来只是为了喝水，一到旱季，这里的水源就变得非常稀缺。大象看到树上的人类也会向他们攻击，大象会用它的鼻子勾他们，好在他们爬得够高才幸免被攻击，只好等待大象走远了，他们才能爬下树。大象知道不能攻击到他们，就开始慢慢走开。他们在树上大约待了半个小时，看到大象远离他们，就开始爬下树。爬下树，父亲就往地下抓了一把泥土，用来判断风向，发现他们要走的路是顺风的，就开始用地下的泥土涂抹自己手脚，这样会掩盖人类的气息，不被狮子和大象等动物追踪到。为了避开其他危险的动物，他们选择了爬上山顶，在山顶也会更好地为自己的儿子分辨方向。父亲为儿子指明了自己部落的村庄在哪里，还指明他们要去的地方。为儿子分辨方向后，就开始下山。下山没走多久，就遇到了水牛。水牛的样子看起来非常温顺，其实水牛是非常谨慎，也是十分好斗的。父子俩必须弯曲身体，尽量不让水牛感觉到危险。父亲还告诉巴德水牛的生活习性，遇到水牛必须避开水牛走。走在这大草原里，看到成群结队的骆驼，远处还有结队行走的狮子，羚羊也会仔细地观看着这两个人类究竟要干什么。当他们越走进河边，植物就越来越茂盛了。他们来到了干枯的河床里，坐了下来补充食物。这些食物是他们在路边采摘仙人掌的果实。父亲还告诉儿子，在这干枯的河床里是相对比较安全的。简单补充食物后，父亲在河床里敲了一块盐巴下来，这块盐巴是为他们口渴的时候止渴用的。顺着河边一直走，他们遇到了成群河马在河里玩耍。巴德虽然很喜欢看见河马，但也很害怕它。父亲为了能让儿子更近距离地观察到河马，依靠着树木靠近岸边观看。为了避免河马生气，他们只好继续赶路，沿着河岸边一直走。走了大半天，他们必须要在河里找到干净的水源。他们来到了有沙土的河岸边，河里的水已经被其他动物弄得非常脏。父亲告诉巴德，要喝到干净的水，必须要通过沙子过滤。父亲在沙土里挖了一个坑，这里的水是相对来说是非常干净。父子俩简单的喝了几口就继续赶路。路途中还看到了狒狒在晒太阳，鳄鱼也会在河里出现。父亲还不断的教导巴德，走在这河边必须要用眼睛看清楚周围的环境，鳄鱼会随时攻击人类。走过了这条河，又重新来到了草原里。父亲指着远处的灌木丛里，告诉巴德那里有顶级的猎食者，狮子经常会在那里休息和狩猎。狮子妈妈看到马赛人慢慢靠近，就开始召唤自己的孩子回来躲避。
因为已经快要到傍晚了，他们必须要在夜晚来临之前走出这茂密的灌木丛林。巴德一路跟随的父亲没有一点胆怯，巴德也很清楚，只要自己足够大胆，走出六亲不认的步伐，狮子也会害怕自己。父亲在路边砍了一根木材，这根木材是他们做弓箭用的好材料。在傍晚来临之前，他们会爬上山顶过夜，只有在山顶才能避开掠食者的威胁。他们正在为今晚在这里过夜升起火堆，把他们在家里带来的羊腿进行烧烤，这是他们一天下来的主食。父子俩只好在火堆旁边过夜。第二天早上，父亲已经把弓做好了，把弓递给了巴德，这也代表了巴德已经成年了，也成功的成为了部落里的一位狩猎人。把随身的物品拿好，又继续赶路。刚出生的斑马被猎狗盯上，小斑马只好依靠着妈妈。父亲在一根树上把树木的皮剥了下来，树木的皮肉就是他们今天早上的早餐。吃完早餐大概走了1个多小时，巴德爬上树眺望远方，看到远处有放牛的牧师，走过去跟他买了一头小母牛。通过挑选，选了一头比较强壮的小母牛，牵着小母牛就回去了。父亲告诉巴德，顺着这个方向一直走，会在傍晚之前回到自己的村庄，还把毒箭给了巴德，以免不需之用。父亲把所有事交代完之后，独自一个人离开去狩猎。巴德只好一个人带着小母牛回去部落。如果能成功的把小母牛带回到部落，就证明了他已经成功成为了部落里的狩猎人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